今天我要按耐住我狂跳的心脏，用颤抖的手敲下这行字。那只统治蓝天，让苏联轰炸机闻风丧胆的大猫，它要回来了。2026年5月7日，一个注定被载入航空史册的日子，美国防务媒体重磅披露，一项名为独行侠法案的立法进程正在华盛顿急速推进。是的，你没听错，法案的名字就叫独行侠，那个让阿汤哥帅了一辈子的代号。而这项法案的核心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让退役整整20年的 F-14D 超级熊猫重新亲吻美国的天空。从2006年9月那场令人心碎的告别仪式开始，我们已经等它太久太久。那时候，全美的 F-14被送进坟场，甚至为了防止零件流向伊朗，不惜动用破碎机将其残忍肢解。作为一名视熊猫为信仰、坚信它是人类航空史巅峰的死忠粉，我等这一刻等得眼眶发红。现在，由共和党议员蒂姆·西和民主党议员马克·凯利联手推动的这项法案，已经以全票通过了参议院。这不仅仅是一次飞行，这是一次跨越时代的灵魂复活。法案明确授权海军将3架封存在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的 F-14D 无偿移交给阿拉巴马州的美国太空与火箭中心。这3位幸运儿的机身编号分别是164341、164602以及159437，他们是美军现存最后的血统最纯正的超级熊猫。据悉，他们将获得特殊的实验级飞行豁免权，绕过那道死板的民用适航红线。这意味着，只要资金到位，那对标志性的可变后掠翼将再次划破圣地亚哥的晚霞。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美军全面迈向隐身化的今天，突然要搞这种代价昂贵的暴力复古？为什么美国在封杀熊猫20年后，突然愿意放它重返蓝天？其答案就藏在波斯湾那场还没熄灭的战火余烬里，以及那段被封印了20年的技术禁忌里。回想起2006年，那是猫党们最黑暗的一年。为了彻底断绝伊朗空军获取 F-14零配件的渠道，五角大楼下达了近乎残酷的指令，即所有退役的 F-14必须在重型破碎机的碾压下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铝合金废料。这种宁愿自断一臂也不给对手留机会的决绝，足以证明 F-14在美军心中到底是多么可怕的战略武器。然而2026年初到4月，中东的战略天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饱和式打击，那些被称为波斯猫的伊朗 F-14机队损失惨重。情报显示，如今伊朗能飞的 F-14已经屈指可数。这个困扰了美国20年的零件外流顾虑终于烟消云散，于是才有了独行侠法案的出现，属于美国海军在确立绝对安全后的情怀释放。但兄弟们，千万别以为这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就能飞。这3架 F-14D 已经在亚利桑那州的荒漠里吹了20年的沙子，长期的封存对机身的橡胶密封件、液压系统以及复杂的可变后掠翼机械结构是毁灭性的。修复一架 F-14D 的成本足以让普通的亿万富翁破产。光是把那个2280加仑的内油箱加满，单次燃油成本就高达1.45万美元，这还没算挂载副油箱。更何况 F-14D 还是熊猫家族里最稀有、最先进的血脉。这只猫的每一秒飞行其实都是在疯狂燃烧美金，而且是连五角大楼都要皱眉头的烧法。当年格鲁曼公司原本计划是生产127架的，但后来由于预算削减，新造的仅有37架。现在法案指定这3架最后的武士，是因为只有 D 型才配得上超级熊猫的称号。它们不仅仅是飞机，它们是那个大炮巨舰暴力美学时代的巅峰之作。只不过法案也明确规定，海军虽然会提供维护手册和库存备件，但绝不负责修，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了阿拉巴马州的那个中心身上。同时，这些重生的超级熊猫必须拆除所有武器系统，仅用于展示和遗产纪念。这意味着这次复活将是一场纯粹的技术朝圣，由民间专家和老兵共同完成。当然，即便他不再携带那6枚该死的凤凰，他依然是这片天空中最具有压迫感的掠食者。我甚至愿意自掏腰包去买一颗他报销的螺丝钉，只要能听见他的引擎再次怒吼。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你们知道 F-14D 相比于普通的 A 型到底强在哪里吗？如果说 F-14A 是一个靠肌肉和勇气肉搏的西部牛仔，那 F-14D 超级熊猫就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顶级刺客。很多人只知道他长得帅，却根本不懂那个 D 字代表了多大的性能跨越。首先，最核心的改进
在于那台足以让所有同时代战机汗颜的 AN APG-71 雷达。在那个大多数战机还在用模拟计算器的时代， F-14D 已经实现了60%的航电数字化，其能同时追踪24个目标，并引导6枚凤凰导弹对其中6个目标发起死神般的点名。虽然之前有人吹它能在200公里外数叶片，但 APG-71 真正的杀手锏是它的 NCTR 技术，其通过对回波信号的微波特征提取，能在视距外，甚至在雷达屏幕还只是一片光点时，就分辨出对手的发动机型号。这就意味着它能在几百公里外就从一群米格机里精准揪出哪一架是带队的长机。这种在数字化迷雾中撕开真相的能力，即便放在今天也是顶尖水平。而且 F-14D 彻底治好了 A 型留下的心脏病。原本那台 TF-30 发动机简直就是个动不动就喘震失速的累赘，甚至被讽刺为装在最美机身里的垃圾。但换装了单台推力达 12.7 吨的 F-110 GE400 发动机后， F-14D 彻底觉醒，航程暴增 60%， 爬升率提高 61%， 这意味着它能更早更快地占据那个决定生死的能量高位。此外，还有一个极少被提及的细节， DFCS 数字飞行控制系统。以前的大猫在母舰着陆或高过载格斗时，经常会出现恐怖的荷兰滚现象，就像一个在钢丝上失衡的巨人。但 DFCS 加入，让这支重型战机拥有了如同小巧 F-16般的轻盈反馈，生存率和格斗稳定性直接拉满。说到这儿，我必须评价一下它的继任者 FA-18 超级大黄蜂。超级大黄蜂确实是个省钱的模范生，维护简单，多用途能力强，但它缺失了熊猫那种一剑封喉的战略威慑力。大黄蜂是防御型的，它守着航母就像守着家门，而熊猫是进攻型的，如它那种独特的扁平机身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生力体，配合那双每秒能变向7度的可变后掠翼，就像是一只能够在空中缩放翅膀的巨鹰。高速拦截时，机翼后掠至75度，像标枪一样刺破2倍音速的屏障。低速格斗或航母降落时，机翼完全展开，提供惊人的升力，稳如泰山。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在1981年的西德拉湾仅用1分钟就让利比亚的苏艾2变成空中的火球。这就是为什么伊朗飞行员贾利勒·赞迪能开着它在两伊战争中创下击落11架敌机的传奇。而且 F-14D 不仅能打空战，退役前的他还获得了炸弹猫的绰号。其通过挂载先进的 Lantern 吊舱，能从高空精确投掷制导武器，成了航母编队最可靠的远程重锤。所以说，熊猫的回归实际上是美国海军对冷战式制空权的一种暴力复古，是一种对极致性能的集体怀旧。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 F-14再强不也还是被 F-22、F-35 超越了吗？别跟我提引申，在绝对的能量和雷达功率面前，有些传统优势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不信，我们来看看那些在两伊战争中被熊猫吓得尿了裤子的萨达姆飞行员们是怎么说的。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爱开玩笑，美国最强大的武器却成了他死敌手中的底牌。70年代，伊朗巴列维国王凭借和美国的密友关系，大手一挥买下了80架 F-14。谁也没想到，这批熊猫随后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空中支柱。在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伊朗的 F-14机队简直是伊拉克空军的噩梦。在那个被称为弹猫色变的年代，伊拉克空军只要在座舱里监听到 AWG-9 雷达的扫描信号，第一反应不是战斗，而是立刻抛掉所有弹药，全速逃命。哪怕没有凤凰导弹，光靠那门 M61 火神炮和飞行员在美国受训出的狗斗技巧， F-14也击落了超过160架敌机。这种战绩放眼全世界，除了 F-15， 没有谁能与之比肩。而且即便放在2026年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海军的战力布局时，你依然会发现一个巨大的空洞。 F-35C 虽然隐身且聪明，但它的远程拦截效率真的能比得上挂满凤凰的熊猫吗？所以复活这架 F-14D 不仅是为了让老兵们流2行热泪，它是美国在向世界展示它的武器基因库。这种即便退役20年依然能随时通过法案、通过工业链、通过库存备件重新唤醒的能力，才是最可怕的。他告诉所有人，美国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实验室里的新技术，更在于那些封存在荒漠里的技术底蕴。或许评论区有兄弟会问，用 F-14D 的复飞去对标现在的 F-35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讨论。F-35是现代战争的电脑显示器，而 F-14D 是那把挂在墙上依然锋利无比的双手巨剑。对于人类航空史来说，能看到熊猫再次收起机翼刺破鹰帐，那点钱甚至不如五角大楼随便报销的一颗螺丝钉。别跟我谈维护成本，浪漫这种东西从来都是建立在不计代价的基础上的。期待那架编号为164341的超级熊猫在内华达州的内里斯基地再次弹射起飞，用它双发喷出的蓝紫色的加力火焰烧毁所有的技术参数和预算争议，那是属于男人的浪漫，也是属于天空的终极正义。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这架 F-14D 真的飞起来了，它应该刷上哪支中队的涂装？是 VF-1狼群还是 VF-84海盗旗？请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让我们看看哪支中队才是大家心中的白月光。我们下期再见。